床上吐血难不难？床上吐血难哎，其实就很容易会呛到。对对对，就是因为我很多就是因为吐血的时候从肚子这里面发气嘛，然后给它那个喷出来，因为后期的那一场其实已经病得很严重了，就是已经伤得很严重了，所以那个吐血我想让观众其实看到我更那个惨烈的那个样子，所以其实是从里面涌出来的那种，是五脏六腑都在用劲儿。对，其实从里面就是涌出来的那种感觉，然后不像是那种很简单的，就是从嘴里吐点出来是这样，对，也为了更加的真实一些吧。请问荣誉喝药改命？请问荣誉喝药是改命的一环吗？这我还真不知道，你觉得呢？荣誉喝，我个人觉得，我哪知道你算没算出来？但是我觉得那个荣誉是想喝那个药，他自己主动喝的那个药。对，因为我一开始理解是因为觉得说，是你想让我喝这个药。OK， 我可以为了你。我觉得，我说实话，我觉得他算不到那么多细节，他可能能看到未来的某些片段，但他没办法计算出每一步具体是什么样子。他只能计算出大概的一个东西。对对对，就是结局怎么推向的这个结局，它其实过程不是太清楚。要不然他就一切都可以在他掌控之中了，你知道吗？就每一步他都可以掌控。对，要如果这样的话，其实真的就是完全就谁都能逆天改命那种感觉。对，不是就像你推算出那个我们去战场会有危险，但是你推算不出来是怎么有危险，所以你才跟着我们嘛。对，他推算出来会很危险，但他推算不出来具体是发生了什么事儿，怎么危险。后来荣誉怎么没有算到90去哪儿？后来。对，后来他没有算到我去哪儿，好像是因为我把星图给毁了。其实你没有那么强的计算能力，因为你没有星图，其实你看不了太多。对，第一是星图吧，第二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后期也一直在病着，好像可能能力也不够，是不是？你能力不够，你不想找我了？我找了，我到处找你好吗？行吧，他也找了。对，我到处找。番外不够甜是啊，我看到网上很多人给我们另写了番外。对，我还觉得大家挺厉害的，真的挺厉害的。我觉得你们可以考虑做编剧了。但是我还挺想问大家，就大家想要一个比较就是甜的番外，和的番外还是要 B 的番外？大家肯定都想要和，要不然大家不会再一直写番外了。行，我还挺喜欢那个 B 的番外。我也喜欢 B 的番外，就必须要得虐到大家。妈呀！我竟然这个，如果再来一次，在出征前，荣誉和90想对对方说什么？我想说你不去就是给我最大的安心。我想说不要去，蛮感人的。我想说你不去，我会更勇敢的打着这场仗，我会心里更踏实。对，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剧其实很多时候就不打直球，就是很多东西就是有话也不直说，就默默的为对方好，对吧？就是就像荣誉的那句台词，就是你守家国，我守你，对吧？伊人第一次演这么虐的剧有什么想说的吗？真的很虐，真的太虐了。后期就是我们就俩一直在哭。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后期前期的戏穿插着拍的，我们不是顺拍的。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上来就拍了很后面的戏，然后在拍前面的戏的时候呢，我就是带着那种感觉，你懂吗？就是那种还没有消散的那种哭劲儿。我前面有几场戏，我感觉我眼睛是肿的。就是还在演前面开心的贺90的时候，我感觉我那个眼睛都是泡泡着的，因为刚哭完，可能刚演完后期的90，然后突然就要演前期的90，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还有就是我演后期的90的时候，因为非常非常的悲，所以我演前期的90的时候，就是那种霸道，我就会想释放一下，有那种爽感，你知道？荣誉什么时候开始喜欢90的？这个好像一开始我们直播也说过了吧？对，上一次直播记得我记得是说过了。然后其实大家可以就是如果看的比较仔细的话，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第1集的时候，我们俩在那个叫什么地方相遇，我去那个追讨那个什么那个睡营那个，然后在那个路上不是碰到贺90嘛，然后在那路上，然后我们俩那个他贺90对荣誉特别好，然后又给他吃那个送东西吃啊，然后给他什么的，然后我们俩其实在那个这一路上虽然没有描很多，但在这一路上，然后其实有产生过一些情愫，然后再包括然后荣誉他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个很这种父母就媒妁之言嘛，父母之命，然后这种的就比较在乎这些，所以就一开始对贺90就抱有很大的期待，对，但他不知道那个贺90没有那么喜欢他，对，